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西伯利亚铁路一夜特攻行程。为什么会想要搭乘西伯利亚铁路呢？西伯利亚铁路主线连接了俄罗斯莫斯科到海参崴，是世界上最长、横跨时区最多的铁道。从北京出发，途经乌兰巴托，是它重要的支线之一，非常的具有历史意义和代表性。既然我们造访蒙古，就决定来感受一下它的独特风情。只是呢，整段旅程惊险不断啊！当天早上，先造访了成吉思汗博物馆，有人呢逛得流连忘返啊，忘记了留下充分的移动时间。看迷弟兴奋的样子吧！买完2式披萨当晚餐，再绕回青旅拿保暖衣物，距离6点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在乌兰巴托的街头狂奔，小跑步的呢到火车站。好不容易满身大汗的到达之后呢，却发现车号标示也不太清楚。询问站务员，一开始只说向前走吧。幸好后来呢遇到了懂英文的站员，我们才顺利找到了车厢。而且上车不到3分钟，车就发动了。要暂时和乌兰巴托告别了，计划搭乘西伯利亚铁路往莫斯科方向前进。不过没打算入境俄国，办签证实在有点麻烦啊。我们单纯想要体验的是火车跟卧铺，所以呢，半夜会在一个小站下车，等待40分钟。再搭上回乌兰巴托的火车，预计呢凌晨6点左右会回到乌兰巴托。而且也很期待在车上看到美丽的草原日出呢。乌兰巴托的人口密集，市中心全是高楼大厦，外围才有不少平民居住的蒙古包。和想象中的蒙古很不一样啊！来看看车厢内部吧。身为 I 人，喜欢安静的空间，选择了独立双人软卧，但实际上床其实还是蛮硬的啦。不过呢，价格不高，单趟一个人台币大概700多块，设备齐全，有床、枕头、被子可用。服务员还会送上新的床单、枕头套、纸拖鞋，相当的舒适啊。这是无意录下的小插曲，服务员跑来想要用手机与我们沟通，但是手机上是蒙文翻成韩文，我还是完全看不懂啊。用英文加上比手画脚，后来呢，终于理解，他其实是想要送咖啡过来。等咖啡送到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享用我们的晚餐了。此时，窗外也渐渐变成了草原、蒙古包的样子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我们就到车厢外探索一下。窗外的风景非常美丽，只是窗户有点脏啊。车厢的前后呢，有厕所跟饮水机。大家现在看到这台白色的巨型机器，就是热饮水机了。旁边呢，其实还有饮品的 menu。我们本来计划吃泡面当宵夜，但试了一下，没想到水不够热，有点伤脑筋啊。
另外，车厢都设有洗手间，而且墙面、洗手台、马桶都非常的干净。隔天早上看到服务员蹲在厕所又擦又拖，就了解原因了。马桶旁边有一个踏板，踏下之后呢，排泄物就会直接掉落到铁轨上。一开始其实有点震惊，但想一想，草原上也都是排泄物嘛，所以呢，这应该也是很正常的。半夜12点15分，我们到达了巴彦郭勒这个小站。下车时，刚好下起了大雨，漆黑的月台呢，视线就更模糊了一点。看着列车驶离，列车真是超级长，想必载运量非常的惊人。进入小站休息的时候，发觉空荡荡的，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哪的感觉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位站务员出现，很贴心的问我们要去哪。这次旅程遇到的蒙古人真的都很友善耶。安静的氛围下，耗尽体力的我其实快睡着了。直到回程火车的时间快到了，月台才冒出了3到4个游客。终于凌晨1点，火车来了。因为是小站，它其实只停靠短短的2分钟，列车却超级长，当下根本就找不到车厢啊！当时超抖，不想在寒冷的雨夜睡在车站里。幸好求助了站务员，他立刻就放下了车厢的阶梯，让我们从列车里穿梭寻觅车厢，途经了各类的车厢，就如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6人硬卧的样子，感觉人跟人贴得非常的近了。印象中大概推开了10几扇超重的车门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软卧。安顿好行李之后，我就累到立刻昏迷了。当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已经是清晨5点，刚刚好就拍到了日出啦。草原的日出真的非常的美，当天的太阳好圆啊，可惜窗真的有点脏。天色更亮的时候呢，幸运地捕捉到列车转弯的画面。早上6点准时回到了乌兰巴托，一定要先打个卡的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车站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车站内有挑高的天花板，水晶灯也相当的气派，而且早上6点就有满满的人潮，游客熙来攘往，不愧是首都啊！车站中，韩国连锁品牌 GS25 的便利商店也有进驻。是上车前补货的好地方。华丽的大厅相当的气派，而且各国的旅客都坐满满的呢。只是当时我们已经有点累了，简单的拍个照就走路回到了旅馆。一夜特工的铁路之旅宣告成功，那就来去补眠啦。